我绑定了真情返现系统，让别人心动一次就能获得巨额奖励。但我给女神花了4万，她对我爱答不理。给兄弟买了一瓶茉莉蜜茶，他叫我义父。于是我顿悟了，反手砸了200亿，建了一座男人快乐大厦。光电竞房就有1万台电脑，全配4090显卡，更别提2.8米的高达手办，1比1复刻的巨型迪迦奥特曼，以及统一老中青3代男人审美的挖掘机炒菜颠勺项目。黑丝在机甲面前一文不值，少年才是男人最极致的浪漫。你送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能不能走点心？好好学学网上人家怎么追女孩子的，再来追我吧。看着班花苏玉晨冰冷的话语，我的心也跌入了谷底。3个月前，我绑定了真心返现系统，每1%的真心值可以兑换100的现金。相应的，如果攻略失败，我也会被系统抹杀。整整3个月过去，我的进度还是雷打不动的0。4万起始资金已经被我花的只剩4块。送鲜花蛋糕被嫌俗气，送项链首饰被嫌品味直男。带他吃西餐，说我装腔作势。去吃沙县撂筷子就走。李白说蜀道难，一定是因为他没追过女孩子，不然相比之下，他就会觉得蜀道简直如履平地。这4块钱是我仅存的希望。我在系统商城翻捡着礼物，什么东西只要4块钱就能俘获一个人的真心。系统叹了口气，宿主，算了，重开吧。我说你懂个屁，有志不在年高，礼物再金不在贵，只要精诚所至，金石也能裂成大峡谷，你就巴不得我死是吧？系统，你死了我不也没了？我比你惨多了，上辈子是个996社畜，加班猝死投胎成系统，结果刚干第1单就绑定了你，什么地狱人生啊！我说那你就别废话了，不想死就帮我一起想办法。系统，我也没追过女孩子啊，不然早手把手教你了。最后我锁定了性质，你说我写封情书的话会不会感动他？系统，他要是能被你感动，在你连送3个月早餐的时候早感动了。算了算了，整吧。结果事关生死，我太激动，手一抖点到了旁边的凉茶，砰的一声装正方形的茉莉蜜茶像块陨石砸在我面前。我们异口同声，卧槽，余额清零。你说我要是绑个蝴蝶结，我斟酌着开口，是不是也算别出心裁？系统，绑吧，我也会在你墓碑上绑个蝴蝶结的。心自成灰，我重重地跌回床上。算了，毁灭吧，我累了。眼前好像已经出现了倒计时，我闭上眼睛，静静等着抹杀时刻的到来。这时室友小白打球回来，热死了热死了，哎，我昨天打的谁怎么没了？他的视线环顾一周，最后盯上了桌上的屌丝饮料。我能不能喝？我已经生无可恋，摆摆手，喝吧喝吧。他好像有些激动，我有点渴，一瓶都喝了。我点头，都给你都给你。看着他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我不由觉得百感交集。要是苏玉晨能有小白1半容易满足，我何至于沦落至此？叮咚一声，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，室友小白好感度上升20%，奖励现金2000元已入账。我靠我一个翻身从床上坐起，系统也激动的要哭了，不用死了不用死了。我沉浸在重生的喜悦中，小白倒是被我吓了一跳，犹犹豫豫的把剩下的半瓶饮料递过来，没喝完，还有1点。我高兴的举起它转圈圈，老子活过来了，哈哈。他捂着瓶口，别洒了别洒了。对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，真心为什么非要在女人身上找？兄弟的真心就不是真心。想到这里，我福至心灵，立刻打开系统商城，噼里啪啦的买了一大堆。不用了不用了。小白连连摆手，我再兑半瓶水就是1瓶绿茶，别浪费钱了。我说别废话，给你就拿着。他看了一圈，最后伸手拿了一袋最不值钱的泡面。室友小白好感度上升到60%，关系升级为密友。我让他再拿一点，他说什么也不肯了。我好说歹说，才塞了一根火腿肠过去。室友小白好感度上升至200%，关系升级为父子。我一愣，父子？下一秒，小白一把抱紧了我，涕泗横流。义父，接下来我用了不到3个小时，把全宿舍都变成了我的义子。我夸老关上周简的木棍又直又硬，很有收藏价值。他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。我承认阿良的风男天下第一，他当场拉着我拜把子。我给写爽文的李云洲点了一个赞，他说我是他写过最帅的小说男主。我对着楼道大喊一声吴彦祖，响应者云集，汹涌的爱意几乎让我溺毙。系统的提示音不绝于耳，我看着账上陡然出现的80万，陷入了沉思。哥几个，要不要出去吃点好的？我们打车来到市中心最贵的酒楼。上次苏玉晨点名要吃这家的下午茶，东西又小又贵，指甲盖大的蛋糕也收我3800，但是胜在精致小资。苏玉晨很满意，终于没挑我刺。
但是饭后我给他买了一杯绿茶，他说绿色不是他最喜欢的颜色，我根本不关心他，然后愤然离席，留我在风中凌乱。这次钱壮耸人胆，点菜我要10斤起步。走，我豪迈的挥手，为父我带你们下馆子。还是算了吧。小白看着金碧辉煌的大门，畏畏缩缩，其实学校门口的炒粉就挺好的。话音刚落，其他人纷纷点头附和。我说又不要你们给钱，怕什么？他们说可是你的钱也是钱啊。我哽咽了，看着兄弟们憨厚朴实的脸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女神拿我当狗，只有兄弟拿我当人。不行，这顿饭我请定了，这不是你那舔狗吗？一个女生说，她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我循声望去，看到不远处苏玉晨和她闺蜜正从出租车上下来。闺蜜对我指指点点，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是我就感动了。晨晨你就从了她吧。苏玉晨眉头紧皱，去，我心里犯嘀咕，她怎么好端端也来这里吃饭？系统，爽文都这样，剧情需要，你知道怎么做吧？我会意。苏玉晨看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抱着胸拧着眉毛训斥，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我一愣，我比你先到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着你？他也愣住了，可能是我对他向来百依百顺，现在突然不舔他了，他有点不习惯了，两只大眼睛眨巴眨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她闺蜜说，那你不是跟踪他，难道是来这里吃饭的？这里可是会员制的。她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就你这样能进去？我也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穿搭，海绵宝宝黄色短裤，史迪仔图案拖鞋，外加淘宝19块9包邮的纯白短 T， 很少年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不就是一个会员卡吗？多少钱？我充就是了。多少钱？说出来怕吓死你。闺蜜举起2只手，好像一个投降的小鬼子，10万1张。我说那你们充了，我们不需要他趾高气扬，我表哥在这里做大堂经理，我能直接进去，但你……他竖起食指摆了摆，这辈子都别想进去。我心想我前阵子不是才去，又懒得管这剧情 bug。小白在后面拉了拉我袖子说，义父，我们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，回去吃烧烤吧，我上次在他家还存了2瓶啤酒没喝完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不要担心，然后让前台叫来大堂经理，指着兄弟们说，给他们1人来1张。闺蜜嗤笑一声，真当自己是爽文男主了。1人1张你知道是多少钱？系统的提示音代替我回答，滴，支付宝到账50万元。大堂经理带着20个燕尾服服务员朝我90度鞠躬，哥欢迎莅临。小白都吓傻了，兄弟们蛙声一片。我说回头整一份菜单，以后我们的饭都让这家送。苏玉晨和她闺蜜说不出话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可能是后悔了吧。我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，带着兄弟们昂首阔步走了进去，心里默默吐槽，什么狗血作者都2023还写这种桥段，不过真的有点小爽。系统别骂了，作者已经在惭愧了，而且这段心声真的好像他在水自述。上次是在大厅，这次去了包厢。不得不说，有钱人真会享受，脚踩的地毯都比我床软，纯银的餐具比我命贵，平时只在电视上看过的美食一样样端上来，摆盘比我长得还好看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我打了个饱嗝，看了眼余额，又多了300多万。一扭头看到小白在和他妈妈打视频，面红耳赤，妈，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吃到了啥，你看看这下这鲍鱼谁带我来的？我爹带我来的，不是家里那个爹。哎，妈你别骂人啊，妈别挂电话，妈我喝了点酒，靠在沙发上想着一会带兄弟们玩什么好。俗话说饱暖思。这时老关凑过来在我耳边说，义父，我想体验男人的快乐。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了段视频，我想玩这个很久了，小心翼翼地，而且从来没有过。我四下看了看，在这。老关略带羞涩，在宿舍被发现就没办法做人了。来的时候我观察过，这里隐私性很好。我还在犹豫，阿良已经注意到我们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一把抢过手机，扫了一眼就和被烫了似的，马上丢掉。卧槽，没穿裤子，这一声太劲爆，直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。一番传阅后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几个18、19岁的小屁孩隐隐觉得新世界的大门在朝他们敞开，沉默着，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都没试过吧？我说想吗？嗨，都是男人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说这里没有外人，投个票，多于半数通过。然后5个人总共6票，我举起双手算2票，都不许外传啊。我说不然就真的没办法做人了。众人点头如捣蒜。我连忙出去买能提升战斗力的装备。出门的时候看到苏玉晨和她闺蜜站在水产区，盯着水箱里最后2只澳龙。好想吃澳龙，可是好贵，我找表哥拿内部价，9折也买不起。唉，你那个舔狗不是挺有钱吗？
你让他买。于是我适时咳嗽了2声。苏玉晨回头看见我的第一反应又是摆谱，抱着胸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笑，想吃吗？她闺蜜说，给你个机会，把这2只买下来，我家晨晨就原谅你。我点点头，挥手叫来经理，把这2只包下来，然后拿去放生，都记我账上。苏玉晨破防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放生啊，不然进你们2个的嘴，多晦气啊。说完仰天大笑出门去。我去便利店买齐了东西，然后偷偷返回包厢。第一次做这种事，难免紧张，心态都出问题了，总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我。买到了，老关第一个迎上来，我点了点头，把袋子递过去，一人一个，别抢，谁先来？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忽然都害羞了，没人第一个脱裤子。气氛正焦灼，苏玉晨的电话又追了过来，我马上挂了，又打又挂又打，我直接拉黑。他又发了条短信，还是命令的语气，你现在马上过来找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没理。老关说，既然是我提议的，那就我来吧。然后他一把扯下了裤子。接下来的几分钟内，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一骑长虹。然后我们几个轮流上阵，为争第一，全力以赴。这玩意太好经历，几番下来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我看到门口闪过一个人影，短裙长靴，丰腰长腿。不好，是苏玉晨！我大叫，快穿裤子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苏玉晨推门而入，将一切尽收眼底。老关撅着屁股趴在椅子上，小白举着打火机凑到老关菊花处，砰的一声轻笑，一道长长的火柱射了出来，橙黄的火光像奥林匹克的火炬，照亮了小白虔诚的脸，带起的气流甚至掀开了苏玉晨的刘海。还是老关牛，这一屁起码2米远。就这么输了吗？好不甘心啊！苏玉晨愣了2秒，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。啊！我赶紧上去捂住苏玉晨的嘴，别叫别叫，别把人引过来了。苏玉晨甩开我的手，满脸的不可思议，你不来找我，原来是在这里点屁玩。我说，你懂什么？这是赌上男人尊严的一战，你知道我们赌注有多大吗？多大？我竖起大拇指，我们赌上了男人的至高荣誉，算你厉害。接下来1周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对冠军说一句，算你厉害。虚脱的老关抬起头，嘿嘿一笑，我是冠军，我最厉害。苏玉晨也虚脱了，跌坐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，现在我在你心里还比不上一个屁。我发现男人获取快乐的成本简直低到离谱，我要带他们出去玩，几个死宅打死不肯。然后我在门上画了一道线，几个人摸了一天的高，花费0，快乐加1000。我想给他们买东西，他们啥都不要。然后我把垃圾桶挪到门口，几个人拿着空瓶子投了一下午，花费0，快乐加1万。我说，你们一人说一个愿望，我来搞定。老关说他要当刘备，回去统一3国，再给刘禅2个大耳光。阿良把被子一裹，蹲在床上说，那他要当一株毒蘑菇，毒死牛顿，这样就不用学物理了。李云舟竖起2只手，说他现在是一条霸王龙，要找到我们的祖先，全部吃掉。然后老关求他不要吃自己祖先，去吃曹操和司马懿的，以后他会让刘禅给立块碑，世世代代给霸王龙上香。阿良对此根本不屑一顾，他说3个人里面他最厉害，谁吃谁死。李云舟嘴硬，非说自己霸王龙家的是魔抗，阿良的毒对他没用，3张嘴凑不出一句人话，我人都骂了。最后我决定当盘古，一直睡，不起床，你们都不要生出来。于是就成了众矢之的。3个人绞尽脑汁给我这个盘古定闹钟，一个宿舍鬼扯1下午，花费0，快乐加1亿。我看着账上1个亿的余额，直发愁，下定决心，今天说什么也要给兄弟们花笔巨款。结果阿良拿着早上没来得及吃的毛毛虫面包，说这是他的剑，又举起一个快递盒，说这是他的盾牌。现在他是王国最勇敢的圣骑士，要去拯救公主。话音刚落，披着毯子的李云舟跳下床，抓走了正在嗑瓜子的老关。老关翘着兰花指，对着阿良娇嗔道，我的勇士，快来救我。圣骑士阿良擦了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，深情回应道，千娇百媚的公主殿下，等我，千娇百媚。我看着老关迎风飘荡的腿毛，陷入了沉思。我的马呢？圣骑士环视一周，最后将目光锁定在小白身上。小白翻了个白眼，说，休想让我给你当马。老关说，明天我帮你带食堂2楼的烤肉饭。小白，虚假快驾！我。很快，圣骑士骑着并不俊的骏马，耗费了整整半分钟，来到了恶龙的洞穴，和恶龙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小白在旁边呲呲呲的配音。公主老关挥舞他同样体毛旺盛的胳膊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啦！我正看得津津有味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忧叹，扭头一看，
苏玉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后面，他表情幽怨地看着我：“你这么多天不来找我，原来就是在玩这个。”此时剧情已经发展到圣骑士不敌恶龙，被其踩在脚下。公主一边嘤嘤抽泣，一边嗑瓜子。恶龙得意地啃掉了半根圣剑。圣骑士回光返照，说他的面包其实过期了，恶龙中了他的诡计。恶龙再次嘴硬，说他的恶龙也是家的魔抗，过期面包对他没用。苏玉晨看着他们在那打嘴炮，满脸黑线，拉着我的袖子说：“你给我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还没动身，圣骑士已经在冲我喊：“魔法师，我需要你的支援，原来还有我的戏份。”苏玉晨一脸无语：“你不是要陪他们玩这个吧？”我朝他伸出手，他得意地笑了，笑到一半僵住。因为我说：“你把头绳借我。”他一边说：“原来你喜欢我披发的样子”，一边取下头绳递给我。我一拿到手就喊着阿弥陀佛冲了过去，然后把发绳往恶龙身上一扔，紧箍咒去。没想到吧，我这个法师去东方进修过。恶龙气得跺脚：“你耍赖！你这个佛祖设定，我还打个屁！”我说：“那我不管，盘古当不得，佛祖我还当不得了吗？”公主满眼星星：“哇哦，圣僧你好帅！”我忽然不想救了，捞起圣骑士：“算了，不打了，这公主留给你吧。”恶龙说：“别啊，他老是放屁，我也不想要。”公主叉腰：“那是本公主的仙气死直男，懂不懂说话？”苏玉晨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最后为了不被公主纠缠，我和圣骑士连夜扛着恶龙跑了，留下公主和骏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小白啊，谁让你们这么改编的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救我，救我驾！系统，恭喜宿主达成成就，最佳损友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言者无二三。千金易得，挚友难寻。你还记得那些陪你疯陪你闹的二货们，如今各在何方吗？解锁奖励，现金1个亿。我看着账上已经数不过来的余额，苦笑。获得这么多真心值，本来就没花多少钱，现在更花不完了。系统，其实送礼物只是表达诚意的手段之一，重要的是回应。我说，既然一直敲一扇不愿意为你而开的门，又不礼貌又冒昧，不如把时间留给那些欢迎你的人。不远处，阿良正在抠自己脚丫子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好像对味道很满意。他拍了拍老关的肩膀，老关在打游戏，不疑有他，闻了闻他递过去的手指，什么味儿？老坛酸菜。阿良面不改色，你猜是统一还是康师傅的？统一。老关不是很确定，又郑重地闻了一遍，康师傅是康师傅，哈哈。阿良笑着一头栽倒在床上。这群幼稚鬼！系统检测到苏玉晨真心值发生波动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调出角色面板，果然发现苏玉晨的攻略进度从0涨到了10%，稍有好感。可是这些天我一次也没联系过他，甚至已经快要把他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问。系统说不知道啊，女人真奇怪。那你现在还要攻略他吗？算了，我长按苏玉晨的头像，拖进了黑名单。我现在只想给兄弟花钱。话音刚落，苏玉晨似有所感，一个电话炸了过来。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他撂下没头没脑的2句话后，我把他的手机号也一并拉黑了。我在筹备一个比赛，请全校男生票选出最受男生欢迎的礼物，得票高的东西我会悉数买下，然后送给大家。帖子很快就被顶上校内论坛的热门。游戏机、手机、手办、球鞋，我扫了一眼，大部分都是数码产品，属于怎么送都不会出错的那种。忽然，热闹的讨论陷入了停滞，就像被按下了静音键。紧接着，一个帖子以极快的速度从底部攀升到顶部。卧槽！老关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他来凑什么热闹？那是一张照片，苏玉晨穿着 JK 制服，绑着高马尾，坐在草地上，背景是学校的花园。金色的阳光如丝线附在他身体的曲线上，2条长腿莹莹发亮。照片的下方写着：“做你1天的女朋友。”不得不承认，苏玉晨确实很好看，也难怪当初把我迷得神魂颠倒。小白和阿良面面相觑，要不要把这个下了？我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他既然都宣战了，哪有不应战的道理？”照片的热度还在飙升，很快超越第2，隐隐就有追上第1的趋势。与此同时，苏玉晨的声音在门外响了起来：“怎么样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他抱胸站在门口，神情倨傲地看着我。我说：“后悔什么？本来觉得你挺不错，就把你加入了男朋友的考察名单。没想到你这个人一点毅力都没有，稍微一点考验就经受不住。”他笑：“现在你后悔也晚了，你不理我，有的是男人抢着当我男朋友。”我也跟着笑：“你凭什么觉得大家都会抢你？”小白拉了拉我的袖子，指着电脑。这么一会功夫，照片已经超越第2，正式登顶。苏玉晨的笑容越发得意，我淡淡一笑，反手上传了一张高达模型上去。苏玉晨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
就这么一个铁疙瘩，丑死了，还能和我比？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3秒钟过后，高达的票数就和他持平。又过了半秒钟，毫无悬念的超越。我拍了拍他僵硬的肩膀，我告诉你什么是直男的审美，纤纤玉足不如坦克履带，藕臂葱指比不上铁甲钢拳，黑丝在机甲面前一文不值，钢铁才是男人的浪漫。不可能，他大叫，一定是你作弊了，为了让他死心。我撤掉了高达，换上了一张显卡，就这张破芯片也想赢我，这次用了2秒钟超过。什么叫破芯片？我说，这可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集大成者，小小的一张显卡，储存着古往今来无数英才的智慧，它的性能每提高一点，都要耗费无数天才工程师的心血。这样一颗工业明珠，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张破显卡，不公平！苏玉晨不依不饶，你这个太贵了，傻子都知道选这个。哦，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原来在他眼里，什么东西都有价码。那我就换一个随处可见的。苏玉晨那边也马上提高了条件，从1日女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女朋友。他咬着牙，原来精致的五官忽然显得狰狞。你不可能再赢我！我上传了一个神光棒，小卖部15块钱一个的那种，但能发光，能放音乐。然后在他的注视下，神光棒以碾压式的优势取得了断层第一。他的第2名除了自己投的一票，再无其他。不会的，不可能这样子。他的神情像极了狗血剧里看到亲子鉴定结果的苦主，他们宁愿要一个玩具，也不要我。怎么可能？我叹了一口气，看着已经在崩溃边缘的苏玉晨，你相信光吗？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你从来没有试着了解过男生，却期盼一个结果。我说，凭什么？送走了苏玉晨后，我叫来了一队的货车运送礼物，200多架无人机方阵率先飞进校园大门，紧随其后的是20多辆酷似擎天柱的厢式货车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咔嚓咔嚓几声，箱门洞开，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礼物盒被解开了红丝带，金粉和鲜花散落一地。2米多高的高达模型矗立中央，经典的红蓝白配色保留了日式盔甲的头部设计，右手的机枪镀了黑镍，与传统的钢铁发黑、铜发黑工艺相比，更耐磨、耐腐蚀，也显得更有质感，立刻就吸引了一大批人的驻足。高达旁边是数不清的其他东西，都是兄弟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。有1比1复刻的燕分是浪尺，虽然那个哥们只要塑料的，但是我用合金做了。少年的凌云之志一定要有厚重的质感，绝不可欺30年河东之穷。还有个哥们想看一眼唐朝明光铠甲，他投票时只说求1张照片，希望一窥大唐气象。我直接给他打了10具明光甲、10具情人甲、10具大宋不忍甲、10具铁浮屠的重甲，全部用的顶级工艺，30多斤的真材实料，连兽头尖吞的每一根毫毛都栩栩如生。要不是考虑到刀剑属于管制刀具，我连武器也一并给他配齐。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，重要的是兄弟开心。还有马里奥的赛车也被我打破次元壁，搬到了现实世界。悬浮漂移有点难，但是喷射华丽的尾焰还是简简单单。玩具嘛，够帅就行了。更不用说堆成山一样的外星人电脑和4090显卡。我举着大喇叭对着里3层外3层的同学们喊，兄弟们，有看上的东西随便拿，哗的一下，群情兴奋，大家排着队领自己想要的玩具。一张张脸因为过于激动红得发紫。很快我就看到这样一幅景象，戴着草帽的路飞划着小舟踏上了伟大航路的征程，树林里围满了带着木叶标识护额的忍者在准备考试。他们通过下人选拔的考核标准是面不改色的吃完1整罐鲱鱼罐头。擎天柱和哆啦 A 梦斗地主，国宝特工和高达交流科技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，并达成战斗前1天不能吃巴豆，否则会拉在机甲里的共识。到处都是复健的少年，到处都是满负荷装的未来战士。小白骑着扭扭车一左一右的转到我面前，义父，今晚秋名山不见不散。说完又一左一右的扭走，其后跟着浩浩汤汤的扭扭车队，大家大笑着冲下陡坡。我无比欣慰地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胸中无限畅快。原来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也能收获加倍的快乐。这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校长面色阴沉地指着乱糟糟的校园，这是你干的，跟我过来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他来到办公室，刚进门就看到几个老师在联机打坦克大战。我想起来了，好像确实还有几个红白机订单。可以啊，一个老师看到了我，放下手柄，这些东西市面上都绝版了，你怎么弄到的？我神秘一笑。他又说，拳皇98的街机能搞到手吗？校长咳嗽了一声，他耸耸肩膀，坐回沙发。学校是读书的地方。校长说，你们要是玩，起码换个地方嘛。我刚准备道歉，愣了一下，要不我把学校附近的商场都包下来。
啊，租1天要不少钱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摆摆手，不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都买下来。噗嗤一声，一个老师刚进口的茶水喷了对面一脸。对面的老师满脸无语，扬扬手柄，打不过就打不过，你搞什么魔法攻击？嘴上说着话，他的手却不停。很快，他的孙悟空就把比克大魔王一套连招连死。Yes， 我赢了，他又高兴起来。我给校长看了眼银行卡余额，几个老师头挨着头数半天，终于明白我所言非虚。妈的，怎么看不到小数点？这串数字比我命都长，说干就干。学校周边的商场酒楼一并买下，有多少买多少，近100辆挖掘机同时开工。期间兄弟们的快乐值让我的存款几何倍飙升，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玩一个破解版模拟经营游戏。我准备建一个超级雄伟的大厦，一层弄成电竞房，摆上上万台电脑，全配4090；一层弄成运动场、篮球场、排球场、羽毛球场，有多少建多少；一层全摆手办，放漫展和各种巨大模型；一层按照朝代顺序打造影视基地，让大家沉浸式体验古人生活。即使规划已经如此奢侈，但还是有多达100多层的空地，不知道干嘛。我一筹莫展，看着挖掘机发呆。忽然发现大家都在看挖掘机，两边栅栏围满了人，痴痴地望着挖掘机工作。再一抬头，男生宿舍的走廊也站满了人。我就说吧，机甲是男人的浪漫，挖掘机统一男人老中青3代的审美。也有几个没盯着挖掘机的，他们在沙堆上面玩打仗游戏。小白作为将领被敌军俘虏，老关去救，牺牲惨重，终于在9死1生之际扛出小白。没想到小白嘿嘿一笑，用枪指着老关的头说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，我是卧底。老关人都傻了，你一个老大当卧底，我们还玩个屁。小白也反应过来，愣住了，对哦，可是阿良说帮我带2楼的烤肉饭。老关恶从胆边生，一把他丢进沙堆里埋了进去。我让你吃烤肉饭，别，放我出去。叫爸爸，叫不叫爸爸？我忽然觉得就是什么都不用见，丢根木棍给他们也能玩得超级快乐。再远一点有一块鱼塘，校长带着他的朋友半夜3点多就爬起来打窝。今天我肯定赢你。校长胸有成竹。拉倒吧，朋友不屑一顾，你钓的鱼都没满月过，哼，你等着瞧吧，我肯定一雪前耻校长说。朋友不知道，校长从我这里定制了一个有夹层的鱼桶，里面放着1条10斤重的草鱼，只要等朋友上厕所，他就把草鱼放进去。没办法，我表现分要是拿不满就要挂科了，我只能与其沆瀣一气。那个，听说你这里还有很多空地方。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面带羞涩地说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有点东西想要放在你这里可以吗？我说，什么东西？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酒葫芦和一把木剑，都有些年头了，木头颜色已经暗沉。小时候武侠片看多了，总想着行侠仗义，就自己瞎做了这么些东西。他说，前段时间我儿子玩这个不小心戳到自己了，我扔又舍不得扔，放家里又不放心，你看能不能放你这里寄存一下？男人已经接近40，鬓角发白，眼角布满扇形的皱纹，但说起往事时，眼睛依旧亮如星辰。见我沉默，他忙说，我可以付钱，你开个价。我摇摇头，不用，你提醒我了，我知道这些空地要拿来干什么了。我要保存所有人的回忆，我要时光在我这里停住，我要建一座少年博物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收到了无数的物件和他们的故事。一个破损的奥特曼玩具，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当奥特曼，打败怪兽，守护正义，保卫地球。现在我女儿已经4岁了，她经常对我说，爸爸，你是我的巨人，你看，相信光的人自己也会成为光。我是光的巨人笑，一把生锈的小李飞刀，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不好意思，跑掉了，呵呵。我的人生应该是纵横江湖，行侠仗义，怎么能在菜市场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猪肉佬呢？但是10年饮冰我血未凉，去年我帮警察抓到一个偷菜的小偷，要不是我尿尿的时候发现那小子行踪可疑，留了个心眼，这桩惊天大案就成了一桩悬案了，那可是整整3斤排骨。对了，你来我肉铺买肉，叫我一声少侠，给你打5折，但只能优惠1次，因为少侠也要吃饭。一封学生时代没有勇气送出的告白，丽，谢谢你的喜欢。其实我也一直喜欢着你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，但那时候我家太穷了，真的太穷了，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，我不能做任何和读书无关的事情，所以才会躲着你。我并非讨厌你，而是我怕一见到你心就乱了。听说你已经结婚了，真好，不知道你还是否怀念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米线店。我前段时间去吃了一次，味道没变，
但不好吃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祝你幸福。系统，恭喜宿主达成终极成就，男人至死是少年。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小少年，所谓成长，就是和他渐行渐远的过程。曾经，我们约好一起奔赴盛大的冒险，但是后来，你却要和生活对线。没有人最初的梦想会是房子车子，可是现实这座大山太高了，爬过去时已经年过半百。在很多个深夜，你半梦半醒间，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小小少年，他踩着恶龙的尸体朝你摇摇挥手。他一路跋山涉水，他拯救了无数的生灵，他是大英雄，他成长为传奇，他完成了最初的约定。你们会心一笑，也曾少年。解锁奖励，算了，不念了，你也不缺钱了。少年博物馆建成后的某一天，阳光明媚，我站在楼上往下望去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。钱钟书先生说，女孩子多的地方笑声多，那男生多的地方吼叫多。电竞厅的咆哮，即使隔着定制的加厚静音门也清晰可闻。如果当初跟着张飞守长坂坡的是这些兄弟，曹操早就耳目失聪，哪还有后面这么多破事。球赛厅咆哮就有节奏多了，安静的时候真落可闻，进球的时候一家欢喜一家愁，哭声伴着欢呼声，真爱的眼泪流淌了一地。我叫上小白，带着零食下楼。今天是电竞日，走到一半，手机响了，是苏玉晨借闺蜜的手机打的电话。这号人物我都快忘记了，就像作者自己写嗨了，快结尾时才想起还有这号人物，赶紧补救，写个结局，让他出现在男主面前。喂，你也有系统是吧？苏玉晨开门见山，我和你绑定了一样的系统，但是为什么你对我的真心值一夜之间降为了0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有发生什么，想通了而已。我说，原来你一直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真心，为什么每一个追我的人都要半途而废？他说，为什么你们的真心都这么经不起考验？无非就是觉得把精力放在爱你的人身上更值得罢了。我说，我朝你走了99步，你却不肯朝我走一步，这种行为不叫考验，是犯贱。小学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。我说，你也有真心系统，却不想着为别人付出，只想着让别人为你付出真心，然后攫取利益。你配不上真心，真的。现在没有了，系统嫌我业绩差，和我解绑了。我也好，至少你不会死。还有事吗？长话短说吧，作者留给我的字数不多了。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了你，真的，我喜欢你，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我现在就在少年博物馆的门外，你愿意下来见我一面吗？我挂了电话，只觉得浑身乏力。搞什么？都快大结局了，来这一出。忽然打雷了，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，在透明的玻璃穹顶上汇成河流，汩汩流下。苏玉晨有没有带伞？我透过重重的雨幕，好像看到了苏玉晨单薄的身影在雨中飘摇的样子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一个女孩子。我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。我真不是人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分心。兄弟们，上号，我来打野，今天就是阎王来了，也得等我把这局游戏打完。